数千万人接种的疫苗就是假疫苗。300亿市值药企造假记录草菅人命，董事长家族开着全球仅4台的劳斯莱斯炫富。这场震惊全国的疫苗风暴背后有哪些隐情？1992年，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公司成立，基层会计出身的高俊芳被委派担任副总经理。当时的长春长生只是一家由研究所改制的小微企业，主营甲型肝炎疫苗生产。但高俊芳很快展现出超越常人的商业天赋，他主导将公司资源向利润更高的狂犬疫苗倾斜，并推动产品通过 GMP 认证，为后续扩张奠定基础。真正让高俊芳实现阶层跨越的是2003年那场充满争议的股权收购。当时长春长生的母公司长春高新决定出售所持 59.68% 股份，尽管有多家企业报价更高，但最终高俊芳以 2.4 元每股获得了其中 34.68% 的股权。这一交易被质疑为自买自卖，因为彼时高俊芳同时担任长春高新副董事长和长春长生总经理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他声称用于收购的资金中，除了200万自有资金外，其余均为亲友借款和银行贷款，而他当时的年薪仅 8.4 万元。2002年，亚太集团将持有的 25% 股权以每股 2.8 元转卖给高俊芳，净赚125元退出。至此，高俊芳以 59.68% 的持股成为绝对控制人，并将丈夫张有奎、儿子张明豪纳入管理层，形成家族式治理结构。2015年，长春长生以55亿元估值借壳黄海机械上市，高俊芳家族持股 33.7%， 身价飙升至67亿元，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榜。上市后的长春长生进入高速扩张期。2017年财报显示，公司营业收入 15.53 亿元，净利润 5.66 亿元，其中疫苗销售毛利率高达 86.44%。如此高的利润背后，是高俊芳家族丧心病狂的行为。为提高狂犬疫苗生产成功率，他们违反批准工艺，将不同批次原液勾兑使用，并对过期原液进行2次处理。在百百破疫苗生产中，为降低成本，他们擅自减少关键抗原成分含量，导致2016年生产的25万支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，全部流入山东市场。这些行为不仅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规范，更将无数儿童的健康置于风险之中。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，长春长生的造假行为早已露出端倪。2017年胡润百富榜上，高氏家族以51亿元身价位列吉林富豪第3，儿子隋家琪驾驶着全球仅4台的粉红劳斯莱斯招摇过市，而那些注射了假疫苗的人却在死亡恐惧中挣扎。2017年11月，国家药监局就已发现其百破疫苗问题，但直到2018年7月才采取实质性措施，期间仅没收剩余186支疫苗，并罚款300万元。这种监管滞后让高俊芳等人更加肆无忌惮。2018年7月，内部员工因岗位调整实名举报，才最终揭开这个黑幕。疫苗事件曝光后，长春长生股价连续5个交易日跌停，市值蒸发超100亿，高俊芳家族财富也随之缩水。这位曾经疫苗女王瞬间沦为千夫所指的罪人。2018年7月23号，长春新区公安分局对高俊芳等18名犯罪嫌疑人提请批捕，罪名是涉嫌生产、销售劣药罪。10月16号，吉林省食药监局开出重磅罚单，没收违法所得 18.9 亿元，罚款 72.1 亿元，合计91亿元，并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。证监会同步作出处罚，对高俊芳给予警告、罚款30万元，并实施终身市场禁入。2019年10月 ，ST 长生公告免除其总经理职务，曾经掌控的商业帝国彻底崩塌。这场灾难的影响远超企业本身。2019年6月，疫苗管理法正式实施，确立最严格监管的原则，行业准入门槛大幅提高，而那些接种过问题疫苗的家庭，至今仍在承受身心双重创伤。山东省25万余名儿童接种的不合格百破疫苗，虽经补种，但潜在风险仍难以估量。长春长生事件后，公众对国产疫苗信任度骤降，进口疫苗销量激增，民族医药品牌遭受重创。而高俊芳本人在失去自由的同时，也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史上的反面典型。2020年，长春长生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，成为 A 股市场首个因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企业，最终以公司退市、股票跌至 0.77 元的结局收场。此次事件推的疫苗管理法出台，让更多人意识到
在公共卫生领域，个体的力量虽然微小，但集体的监督不可或缺。